我花30萬買的車位頻繁被占，車還被潑了糞水。我拿出產權證維權，對方卻亮出一模一樣的假證。他老婆當眾扇我耳光，連物業和鄰居都要偏袒對方。看着他們囂張的蠢樣，我笑了。難道他們不知道我爹是開發商老闆嗎？對方把產權證摔到我臉上，看清楚了，這分明是我的車位。現在人都什麼素質？年紀輕輕就學會碰瓷了。我左手抓着我的產權證，右手攥着他的，2份產權證從頭到尾一模一樣。他老婆拎着孩子，尖着嗓子幫腔：“你是誰？我們在這兒住了好幾年，車位一直是我們的。”什麼住好幾年？一直住在這兒的，分明是我吧？我在這棟房子裡過了整整大學4年。我後爹是一個房地產開發商，跪舔我媽的那種。因為我媽一句女兒宿舍太擠，他直接在我大學附近劃地皮開發了這個小區，房子、車位隨我挑。如今卻被倒打一耙，說我搶他的停車位。治安員皺了皺眉，驚訝怎麼會有2個一樣的編號。我向治安員指出趙鵬飛產權證上的問題，說他的產權證分明是偽造的。話剛說完，手裡的證件一把被趙鵬飛奪走。趙鵬飛語氣強硬地反駁我：“你說偽造的就偽造的，我還說你是偽造的。”我向他說明，我的產權證是開發商老闆給的，不可能是假的。趙鵬飛嗤笑一聲，嘲諷我：“你認識開發商老闆？我還是玉皇大帝呢。”說完，他對着圍過來的鄰居喊：“我在這兒住了6年，車位一直是我在用。他突然蹦出來說是他的，就是在訛老實人。”周遭的鄰居漸漸聚攏，鄰居們議論着，說我看着像念書的學生，心思卻這麼壞。我被人群嗡嗡呀呀吵得頭疼，忍不住對着趙鵬飛喊道：“閉嘴吧你！誰是這個車位的產權人？你心裡清楚？有沒有在這兒住6年？把監控調出來一看便知啊！”趙鵬飛惡狠狠回應我：“那就調啊！我天天把車停在這兒，誰不調誰心裡有鬼。”他說的爽快，看到物業經理那張臉，我心裡咯噔一聲。這不是跟趙鵬飛有私交那個？上次我因為車位被占找他，他壓根不理。果然，他挠着腦袋找借口說前陣子來了個實習生，操作失誤把監控記錄全刪了。我剛想開口，先被趙鵬飛潑了狗血。趙鵬飛推了我一把：“我懷疑是你找同學故意刪的監控。”我踉蹌後退，物業經理跟着附和，說我確實是 B 大的應屆生。風向一邊倒，趙鵬飛得意地揚起下巴：“你有沒有車位付款記錄？還敢不敢拿出來給大家看？”說完，他率先打開手機銀行的付款證明，30萬全款轉賬。治安員看向我，說付款記錄確實是最好的證明。我沉默了一下，答應下來。其實我沒後爹電話，儘管他一再討好我。我親生父親死於車禍，後爹跟我媽相識時，我已經高2了。那層非血緣隔閡是無論如何也抹不去的。我打了後爹公司的電話，接聽人是他的助理。助理跟我說，讓我稍等，顧總正在見很重要的客戶。我自報了姓名，說讓他忙完把停車位的轉賬記錄給我。電話掛斷後，我站在車庫角落裡等回應。趙鵬飛一家子，連那群鄰居都像看猴戲一樣圍着我。趙鵬飛老婆尖着嗓子嘲諷我：“還打電話搬救兵，你爸什麼時候來？”我沒理他。趙鵬飛叼着煙，靠在保時捷引擎蓋上，嘲諷我：“裝模作樣。你家要是真有錢，就該搬去別墅，而不是住小區。”我的手機震了，是後爹的一段語音。我點開，是後爹的聲音低沉，帶着一點疲惫：“瑶瑶，那個車位當時是直接劃給你的，沒有走公司賬。我讓財務做了內部調貨，沒有轉賬記錄。”我的手一下子涼了。後爹又補了一句，說產權證是他親自讓人辦的，還問我要轉賬記錄幹什麼。我還沒來得及回，趙鵬飛已經湊了過來，一把奪過我的手機，打開外放。趙鵬飛笑得前仰後合，把手機扔回我懷裡，嘲諷道：“聽見了沒？沒有轉賬記錄，你連錢都沒付過，這車位怎麼可能是你的？”他老婆立刻跟着附和，嘲諷我裝得不夠像，連付款記錄都拿不出來。鄰居們開始交頭接耳，見我不說話，趙鵬飛更來勁了，指責我：“一個大學生住着免費房子，占着免費車位還不知足，非要搶我們小老百姓花了錢的東西，是不是你媽這麼教你的？”我猛地抬頭盯着他，語氣堅定地說道：“你說我可以，但不准說我媽。”我的拳頭攥緊了。趙鵬飛的老婆依舊不依不饒，出言辱罵：“誰知道你的房子和車位是怎麼來的？你媽是大婊子，你是小婊子！”我忍无可忍，一拳揮到他臉上，他慘叫一聲，猙獰地倒在地上。頓時，群眾的竊竊私語消失了，趙鵬飛也沒了之前的囂張氣焰，所有人都衝上來拉我，我們被帶到了治安所。趙鵬飛的老婆坐在我對面，正在打電話搖人。你等着吧，我哥跟開發商老闆是好兄弟，你死定了！我一把奪過他手裡的電話，直接撥給了我媽。我對着電話放聲大哭：“媽，有人打我！”
我剛做完筆錄，治安所的門就開了，一個穿夾克的中年男人走了進來，額頭上有一道疤。他一進來就直奔趙鵬飛的老婆，語氣急切地詢問：小妹，你怎麼變成這樣了？是誰打的你？女人指着我，向男人哭訴：哥，就是他，他搶了鹏飛的車位，還倒打一耙。那個男人轉過頭，上下打量着我，而我也在打量他。我好像在我後爹身邊見過他，他好像是專門為後爹收一些老賴爛賬的人。聽說他辦事利落，下手狠辣。他冷笑一聲，朝我走了過來，語氣輕蔑：一個外地來的丫頭片子，也能騎到我小妹頭上了？他剛過來還不認識我，我看着他，開口說道：你叫劉子龙是吧？我爸是顾……我還沒說完，一记清脆的巴掌直接招呼在我臉上。這一巴掌打得我身形踉蹌，耳畔嗡嗡作響。劉子龍甩了甩手，不屑地說道：你算哪根蔥，也配跟老子攀關係？警员們立即跑了過來，厉聲制止他，說這是治安所，他想戴手銬嗎？劉子龍嘴角扯出一記嘲諷的笑，舉起雙手假意示弱。治安员誤會啊，他打了我小妹，我就輕輕碰了他臉一下，誰知道他皮兒那麼脆啊！就在這時，治安所的門被猛地推開，一個穿着駝色大衣的女人衝了進來，聲音凌厲：我看是誰欺負我女兒！她身後跟着一個戴着眼鏡的西裝律師，還有一個個頭2米高的巨型保鏢。瑶瑶，誰打你了？讓媽看看。趙鵬飛又來了勁，上前指着我媽喊道：你就是他媽呀！你女兒沒教養打人，你看看我老婆的臉！我媽眼神凌厲如刀，瞪着趙鵬飛。什麼時候輪到你說話了？趙鵬飛的老婆尖叫起來：這裡是治安所，你敢威脅我，還有沒有王法了啊？他想上前找我媽理論，但巨型保鏢往那兒一站，就沒人敢靠近我們母女倆了。我媽指尖輕輕碰了碰我紅腫的臉，語氣堅定地說：誰打你的？媽媽給你做主。我指向劉子龍說：就是他，我爸新招的員工，不僅以暴制暴恐嚇我，還假借開發商的名義搶我的車位。劉子龍上下打量着我們母女倆，嗤笑一聲，語氣不屑：小丫頭片子，口氣不小啊，一口一個你爸。你爸誰呀？我没有說話，因為我媽已經把電話打出去了。她的嗓門堪比河東獅吼，對着電話大喊，讓我爸趕緊來治安所。電話那頭，小助理唯唯諾諾地說：顧總在談很重要的客戶，說了任何人不准打擾。我媽怒不可遏，對着電話吼道：說我後爹談個屁的客戶，要是他30分鐘內不出現，就跟他離婚。我媽說完這句話，就猛地掐斷了電話。劉子龍的臉色變了，但還是強撐着鎮定，嘲諷道：笑話，顧總的女兒能姓陸？我媽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她優雅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大波浪捲髮，對着在場的治安員們說：煩請跟他們和他的律師談吧，他女兒受驚了，需要休息。過了10多分鐘，治安所的玻璃門打開，劉子龍看到门口那道熟悉的人影，像受驚的兔子一樣一下子彈了起來，臉上換上了一副恭敬又忐忑的神情。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回頭看去，一個40多歲的高大男人站在门口，他穿着昂貴的深灰色大衣，眉眼凜冽，身後跟着2個人，一個拎着公文包，一個舉着相機在錄像。唯獨在看到我媽和我時，他身上的冷冽氣場有一瞬的收斂。是我後爹顧天元，他徑直走向劉子龍。後爹站在劉子龍面前，比他高出大半個頭，居高臨下地看着他。刘子龙，我聽說我閨女被人欺負了。這時，一個穿着警服、肩章是2槓3星的中年人推門走了進來。周治安員的臉色一下子變了，治安所裡的所有人都立即停下手頭的工作，站起身來，大家紛紛打招呼，叫他李所。李所點了點頭，掃了一眼屋裡的情況，開口問道：什麼情況？我跟你說啊，李所，有人打我。趙鵬飛的老婆立即哭着上前哭訴。李所沒有聽趙鵬飛的一面之詞，轉頭看向我。治安員這時向李所說明，目前正在了解情況，說現在雙方的證據都不夠充分，所以還沒有妄下定論。後爹沒等他把話說完，從大衣口袋裡掏出手機點了2下，舉到眾人面前。那是一段監控記錄，監控裡傳來趙鵬飛老婆尖利的嗓音，那句辱罵我和我媽的話，在安靜的治安所裡格外刺耳。後爹收回手機，因為我們可以接受驗傷，也可以起訴。但我女兒動手打人，最多只會被訓誡。在雙方有民事糾紛背景下，趙鵬飛夫婦惡人先告狀，隱瞞了辱罵挑釁的前提。如果未核實清楚就提出刑具，恐怕會有失妥當。李所贊同的點頭。顧總，你說的對，我們調監控的人員很快就回來，相信很快就可以真相大白。這件事一定會查清真相，讓犯罪分子伏法，給大家一個公平公正的結果。這時周圍的人員也趕了過來，補充說明情況。他們說這件事的線索已經明確了，是趙鵬飛最開始對我進行辱罵，這些都已經被詳細記錄。後爹點了點頭，說他相信警方的公正，也相信這個案件查清楚後一定會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。整個治安所的空氣像是被驟然抽乾，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。李所的一臉嚴肅，
承諾馬上就調取完整監控，認真調查，絕不姑息任何一方的過錯。後爹沒有再多指責，點了點頭，示意他繼續。他轉過身，目光落在趙鵬飛身上，詢問對方是不是在監控裡說我女兒的車位是他的。趙鵬飛額頭上的汗水頻頻往下淌，神色慌亂不已，眼神躲閃着，不敢直視李所和後爹。後爹從公文包裡抽出一沓文件，狠狠摔在桌上，牛皮紙信封劃開，裡面的紅頭文件、產權證複印件和銀行流水露了出來。後爹向眾人說明，這個小區是他開發的，這套房子是他過戶給我的，而那個車位也有明確的產權歸屬。他把產權證翻到某一頁，指着上面的一行字，告知大家車位是 B2-117，面積12.72平，產權人是我路遙。他語氣裡帶着嘲諷，調侃趙鵬飛說：“就因為我女兒愛低調獨立，又勤儉節約，趙鵬飛就推斷出我是好欺負的窮學生，還諷刺地誇讚對方有一雙火眼金睛。”趙鵬飛的老婆死死攬着孩子，孩子被這陣仗嚇得大哭起來。趙鵬飛趕忙擠出笑容，試圖辯解，說這事只是一場誤會，是他看錯了車位編號。後爹轉向他，目光鋒利得像刀子，反問他什麼是誤會。後爹指出，趙鵬飛的產權證編號是 B2-117A， 而他開發了23年地產，從來沒見過帶字母的車位編號。他追問趙鵬飛，這樣的編號是哪個設計師畫的圖，又是哪個部門審批過的規劃？這是開發商後來改的編號。我就是開發商，我沒改過。後爹一字一頓地說完，語氣裡滿是不容置疑的威嚴。李所此刻已經調取完完整監控，看完後臉色愈發凝重，快步走到趙鵬飛面前，語氣嚴厲地呵斥他，指責他竟敢偽造產權證，還惡人先告狀，隱瞞挑釁辱罵的事實，誤導警方辦案。他一邊說，一邊示意身邊的治安員記錄情況，又對着後爹道歉，說實在抱歉，是他們工作疏忽，承諾現在就重新核實所有情況，一定公正處理，絕不輕饒弄虛作假、挑釁生事的人。後爹坐下來，把桌上的文件推到李所面前，說明没必要等過會兒，所有材料都在這裡。辛苦李所，現在就核實，也好還我女兒一個公道。李所接過文件，翻了幾頁，臉色變得越來越難看，看向趙鵬飛的眼神裡滿是斥責。後爹身後那個拎公文包的人上前一步，亮出律師證。李所，我是顧总的法務，趙鵬飞先生涉嫌偽造产证、偽造轉賬記錄、侵占他人財產、誹謗，他們已經整理好所有證據，願意配合治安所的調查工作。李所立刻點頭，安排治安員對趙鵬飛進行問詢，同時聯繫相關部門核實產權證的真實性，語氣堅定地保證：我們一定會依法辦事，追究其法律責任。門外的風灌進來，吹得桌上的文件嘩嘩作響。李所十分重視，承諾他們一定會嚴肅處理此類事件，杜絕此類情況再次發生。他表示會馬上安排人對我和趙鵬飛的孩子進行驗傷，同時深入調查趙鵬飛偽造證件、侵占車位的事情，讓後爹放心，一定會公正處理。後爹點了點頭，目光又落在了劉子龍身上。劉子龍站在角落裡，臉上原本的囂張早就碎得一乾二淨，他的手在抖，嘴唇也在抖，整個人像被钉在了地上，動彈不得。後爹輕輕喚了他一聲子龍啊，聲音不大，卻帶着一種漫不經心的壓迫感。劉子龍猛地抬頭，像是被電擊了一樣，結結巴巴地喊了聲顧總。後爹示意他過來，劉子龍邁着碎步，小心翼翼地挪了過來。他站到後爹面前，1米8幾的個頭，卻佝偻得像只煮熟的蝦。後爹詢問他，剛才是不是打了我女兒？劉子龍的臉刷的一下就白了，急忙辯解說他不知道我是後爹的女兒。後爹輕輕嘆出一口氣，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個朽木難雕的孩子。你欠下的債，你牢裡的爹，你重病的媽，都是我在掏钱，你就是這麼回報我的？仗勢欺人。後爹提醒他，當初他聲淚俱下的求自己給一個機會，自己給了他機會，可他卻不爭氣。劉子龍跪了下來，膝蓋結結實實的砸在水墨石地面上，發出沉悶的響聲。顧總，我錯了，我真不知道。他要是提前說一句是你女兒，借我100個膽子我也不敢啊。後爹皺了皺眉，語氣裡帶着一絲不耐。你這是做什麼？李所和治安員們還看着，這樣反倒會壞了我的名聲。趙鵬飛的老婆徹底傻眼了，拋下懷裡的孩子就衝過來想拽劉子龍。他對着刘子龙大喊：男兒膝下有黄金，不能輕易下跪，還指責後爹這樣会折壽。劉子龍怒極，反手就抽了他小妹一巴掌，呵斥他閉嘴，罵他是個蠢貨，竟說胡話。他小妹摔倒在地，他難以置信地看着一向寵溺自己的哥哥，眼裡滿是委屈和不解。劉子龍的臉色變得像變色龍一樣，轉眼就又谄媚地對着後爹笑。他討好地對後爹說：顧總的名聲怎麼可能臭？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子女犯了錯，父母教訓也是應當的。后爹神色淡淡地看着他，
右手支着額頭，沒有說話。劉子龍像條搖尾乞憐的狗，磕了3個響頭。他一邊磕頭一邊求饒，說今天這事是他犯浑，後爹怎麼處置他都行，只求後爹別趕他走，說他離了後爹，連條狗都不如。後爹轉頭看向我，詢問我劉子龍打了我哪隻手。我摸了摸自己紅腫的臉，告訴他是右手。後爹點了點頭，然後對劉子龍說，讓他自己扇自己，扇到我說停為止。劉子龍抬起右手，沒有半分猶豫，狠狠扇在了自己的左臉上。清脆的巴掌聲響起，比打我那下還要響亮。他抬起頭看向我，眼眶紅了，低聲向我道歉。我沒有說話，只是靜靜地看着他。他又扇了自己一下，這次是右臉。他再次向我道歉，聲音裡帶着一絲顫抖，一下又一下，左臉、右臉、左臉、右臉，每一下都實實在在，不帶半點虛假。他的臉很快就腫了起來，嘴角也滲出血絲，但他不敢有絲毫停頓。整個治安所死寂如木，只有清脆的巴掌聲在空氣中回盪。我一點都不覺得心軟，心裡清楚，如果不是媽媽來得及時，被毀掉一輩子的人就是我。後爹就算再厲害，也不可能抹掉那條錯誤的調查記錄。好在李所及時出現，沒有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。眼看自己的親哥被扇了20多個巴掌，趙鵬飛的老婆終於認清了局勢，她雙手撐着地，一點點爬過來找我，臉上淚眼婆娑，滿是哀求。她仰起頭，對着我不停道歉，說千錯萬錯都是她的錯，跟她哥沒關係。她的眼淚鼻涕糊了一臉，哪裡還有半小時前那副尖酸刻薄的樣子？她不停地自責，說自己不該罵我，更不該罵我媽，罵自己嘴賤，有眼不識泰山，該死。說着，他竟然抬手抽了自己一耳光，動作裡滿是誠惶誠恐。我沒有說話，只是低頭看着他。他又抽了自己一下，苦苦哀求我，讓我別讓後爹再追究了。他表示可以把車位還給我，還說會把偽造的產權證都撕了。車位本來就是我的，用你還。他繼續哀求我，說這事對我來說不算什麼，現在打也打了，跪也跪了，求我高抬貴手，還說為了我的後代積德行善。我被他這番說辭氣笑了，反問他搶我車位的時候有沒有高抬過手？我質問他造謠我的時候有沒有高抬過手？我追問他哥扇我耳光，跟着他們一起挑釁的時候有沒有高抬過手？我又問他，在我之前他們是不是用同樣的手段構陷過很多無辜又無依靠的學生？要是我放過你，那不是積德，是造孽。劉子龙還在不停地扇自己，已經扇了30多下，臉腫得像個豬頭。我示意他停下，劉子龍立刻停了下來，整個人癱坐在地上，冷汗淋漓。他心裡清楚，如果不讓我和後爹在這裡把氣消了，等出了這個門，迎接他的才是真正的地獄。顧天遠能把他從地獄裡撈出來，也能一腳把他跺回去，讓他一輩子都爬不起來。我叫了後爹一聲爸，後爹的眼睛亮了一下，顯然沒料到我會這麼叫他。他輕聲叫我瑤瑤，語氣和剛才那個威嚴的他判若兩人，詢問我想怎麼處理這件事。我臉上仍火辣辣的疼，但內心已經平靜了下來。我告訴後爹，要求他們公開道歉，在業主群、小區公告欄和治安所筆錄裡白紙黑字寫清楚這個車位是我的。我還要求他們把偽造的所有東西一件一件列出來，主動交給治安所處理。後爹認可的點了點頭，又問我接下來還有什麼要求，然後依法處理，該判的判，該罰的罰，我不私了，不接受調解。我堅定地說道。趙鵬飛猛地抬頭，苦苦哀求我說不要這樣，他可以給我錢，他已經知道錯了。他還說自己還有孩子，孩子不能沒有爸爸。我沒有看他，目光依舊堅定。我補充說明，劉子龍從今天起不能再跟着後爹了。我告訴後爹，這種人留在身邊就是禍害。後爹斜眼掃了劉子龍一眼，詢問他是否聽到了我的話。劉子龍低着頭，輕輕點了2下頭，不敢有絲毫反駁。後爹給了法務一個眼神，法務立刻會意，從公文包裡拿出一份文件，放到了劉子龍面前。法務告訴劉子龍，這是自願離職協議，簽了他，今天的事就既往不咎。法務還警告他，如果不簽，他在老家的那些事足夠讓刑偵大隊請他喝一輩子茶。劉子龍抖着手簽完了字，筆都不小心滾落在了地上。他整個人仿佛被剝奪了所有神采，變得死氣沉沉。李所這時候走上前來，語氣誠懇地向我和後爹保證，後續他們會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處理趙鵬飛和劉子龍的問題，依法處罰，絕不姑息。後爹站了起來，和李所握了握手。他告訴李所，自己相信貴所的辦事效率，也相信他們能公正處理，不會讓我失望。我媽攬着我離開了治安所，走出門庫，後爹跟了上來，脫下自己的大衣披在了我的肩上。大衣很大，裹着我，還帶着他身上淡淡的煙草味儿。他柔聲叫了我一聲瑶瑶，我應了他一聲。他語氣裡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喜悅和期待，提起我剛才叫他爸的事。我的腳步頓了一下，嘴硬地反駁他，說他年紀大了耳背，我根本沒叫他爸。我後爹還想繼續糾纏，被我媽一個眼神就瞪了回去。一個快45歲的男人竟然委屈地撅起了嘴，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。我媽握緊我的手，給我暖着，詢問我晚上想吃什麼。我立刻興奮地表示想吃火鍋。我媽笑着答應我，說由她請客，還補充說明只能吃番茄和清湯。我開心地向媽媽歡呼。東風很冷，
吹在臉上有些刺痛。我走在中間，左邊是媽媽，右邊是後爹，身後是治安所的燈光，前方是回家的路，溫暖而明亮。回到家，洗去一身的晦氣後，我打開手機，看到業主群裡有99加條消息。老王在群裡發出疑問，詢問車位是不是真的是我這個小姑娘的。陳姐在群裡感慨說，一個開保時捷的人竟然連車位都租不起，還要去搶我一個小姑娘的，太不要臉了。小李在群裡調侃說，這下趙鵬飛兩口子打臉了，真是一路貨色，還敢偽造證件，個人先告狀。我往上滑了滑屏幕，才看到趙鵬飛發的那條長長的道歉信，還有李所通過社區工作人員發布的說明，明確了趙鵬飛的過錯以及治安所的處理決定，承諾會嚴肅整改，公正執法。末尾的簽名字跡潦草，看得出來他當時嚇得握不住筆。我本以為這個事件已經過去了，不會再有後續。2個月後，業主群裡又炸了鍋，原來有人去旁聽了趙鵬飛車位案的庭審，把審判結果發到了群裡。老王在群裡驚呼說，趙鵬飛的鵬飛建築公司近3年偷逃稅款200多萬。他還說，這事就是從趙鵬飛一直拿保時捷占我車位這事兒查出來的。老王補充道，加上之前趙鵬飛造假證、挑釁辱罵，一共7項罪名，判了15年。陳姐在群裡疑惑說，他就奇怪趙鵬飞為什麼要搶我一個小姑娘的車位，原來是為了偷稅漏稅。他還好奇車位怎麼還能查出偷稅漏稅的事。老王解釋說，聽說趙鵬飛又故技重施，去搶別人的車位。他說那車位是經營性質的，趙鵬飛賴了1個月的賬，對方查出他的車登記在公司名下，就直接舉報了。老王還說，稅管直接查了趙鵬飛公司近3年的爛賬，才查出了這麼多問題。小李在群裡評論說，趙鵬飛也真是蠢，自尋死路，惡人有惡報。趙哥沉默了半晌，才在群裡回復說，趙鵬飛這是咎由自取，做人做事太沒底線，被查也是遲早的事。這個趙哥我認識，他是一個資深的財務，說話一向很有分寸。我把群裡的消息從頭看到尾，然後給我媽發了一條消息，詢問她後，爹是不是還在查趙鵬飛的事。我媽那邊顯示正在輸入，光標閃了好久，最後她發來一條語音，我媽聲音壓得很低，像是怕被後爹聽到。她在語音裡說，我後爹那個人她再了解不過，嘴上說着算了，心裡卻一筆一筆記着呢。她還說，我們小青年的心气兒是最珍貴的，剛進社會就吃虧，萬一丟了拼勁兒就不好了。她強調，那種拼勁兒無論如何都補不回來。我盯着手机屏幕，眼眶忽然濕潤了，心頭湧上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受，有溫暖，有感動，還有一絲酸楚。業主群還在不停地刷着消息，我卻已經放下了手機。窗外的月光薄薄地鋪在地板上，像一層淡淡的霜。我想起了小時候，爸爸教我骑自行車，他在後面扶着車座，我歪歪扭扭地往前騎。我回頭一看，他早就鬆開了手，站在10幾米外，衝我笑着。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爬起來氣呼呼地問他為什麼不扶我。他笑着告訴我，因為我能自己騎了。是啊，這世上的路終究要靠自己走，但有人為你照着一程，哪怕只是一程，也足夠你走完剩下的夜路了。窗外的月光越發明亮，透過薄紗窗簾，在地板上投下細碎的光斑。我裹緊身上的大衣，那淡淡的煙草味混着洗衣液的清香，驅散了冬夜的寒意。廚房方向傳來輕微的聲響，是媽媽在切菜，後爹站在一旁笨拙地幫忙遞盤子。我靠在門框上，看着他們的背影，心頭的酸楚漸漸散去，只剩下滿滿的暖意。這麼多年，媽媽獨自帶着我打拼，從未讓我受過半點委屈。如今有了後爹的守護，她的眉眼間也多了幾分鬆弛。後爹依舊是那副不苟言笑的模樣，卻會細心地把媽媽切好的菜放進鍋裡，動作笨拙卻認真。我想起從前，我總刻意疏遠她，覺得她只是媽媽的伴侶，與我無關，甚至抵觸她的靠近。直到今天在治安所，她為我撐腰，眼神裡的威嚴與護犊之情，讓我忽然明白，她早已把我當成了自己的孩子。媽媽端着一盤切好的水果走過來，輕輕揉了揉我的頭髮，眼底滿是心疼。我知道她一定是看到了我臉上尚未消退的紅腫，也猜到了我心裡的委屈。我主動往她身邊靠了靠，伸手抱住她的胳膊，感受着她掌心的溫度。後爹端着火鍋湯底走出來，看到我們相擁的模樣，眼底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，很快又恢復了平靜。火鍋漸漸沸騰起來，番茄湯底的香氣彌漫在整個房間，驅散了所有的陰霾。後爹不停往我碗裡加我愛吃的菜，动作自然又熟練，仿佛做過千百遍。我低頭吃着菜，眼角的餘光瞥見他偷偷觀察我的神情，像個等待誇獎的孩子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覺得有這樣一個後爹，或許並不是一件壞事。晚飯過後，媽媽去收拾碗筷，後爹坐在我身邊，猶豫了許久，才緩緩開口。我知道他想說什麼，卻沒有主動開口，只是靜靜地看着他。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小的盒子，放在桌上，推到我面前，眼神裡帶着一絲緊張。我打開盒子，裡面是一條細細的銀項鏈，吊墜是一個小小的窯子，精緻又好看。後爹的手指微微顫抖，眼神裡滿是期待，又帶着一絲不安。我拿起項鏈，指尖摩挲着那個小小的窯子，心頭一暖，眼眶又開始發熱。這麼多年，
除了媽媽，從來沒有人記得我的名字，更沒有人會為我準備這樣用心的禮物。後爹見我不說話，以為我不喜歡，急忙解釋，語氣裡帶着一絲慌亂。我搖了搖頭，主動把項鏈遞給他，示意他幫我戴上。他愣了一下，隨即露出了久違的笑容，動作輕柔地幫我戴上項鏈，手指不小心碰到我的脖頸，帶着一絲微涼。媽媽收拾完碗筷走出來，看到我們的模樣，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那個夜晚，我們3個人坐在沙發上，沒有太多的話語，卻有着說不出的溫馨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醒來的時候，媽媽和後爹已經不在家了。餐桌上放着溫熱的早餐，旁邊還有一張紙條，是媽媽的字跡，叮囑我按時吃飯，不要遲到。我拿起紙條，指尖感受到紙張的溫度，心裡暖暖的。吃完早餐，我收拾好東西，準備去學校。剛走到樓下，就看到了後爹的車。他靠在車旁，穿着黑色的大衣，身姿挺拔。看到我走過來，主動打開車門。我沒有拒絕，拉開車门坐了進去。車裡很暖和，彌漫着他身上淡淡的煙草味。一路上，我們沒有說話，卻並不覺得尷尬。窗外的風景緩緩掠過，心裡一片平靜。到了學校門口，我解開安全帶，正要下車，後爹卻叫住了我。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保溫杯遞給我，裡面是溫熱的蜂蜜水，是我喜歡的味道。我接過保溫杯，點了點頭，說了一聲謝謝，聲音不大，卻很真誠。後爹的眼睛亮了一下，點了點頭，示意我快去學校，語氣裡滿是叮囑。我推開車門走進學校，回頭看了一眼，他還站在車旁靜靜地看着我，轉身離開。走進教室，同學們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帶着一絲好奇和探究。我知道他們一定是聽說了昨天治安所的事情，心裡難免會有各種猜測。換做以前，我一定會很自卑，會低着頭，不敢面對他們的目光。但現在我沒有，我挺直腰板，走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放下書包，平靜地拿出課本。有人偷偷議論，語氣裡帶着一絲驚訝，也有人帶着一絲討好，卻沒有人再敢像以前那樣隨意欺負我。我知道這一切的改變都離不開後爹的守護，也離不開我自己的成長。上課的時候，老師提問我不再像以前那樣緊張的說不出話，而是從容的站起來，清晰的回答了問題。老師露出了驚訝的笑容，同學們也紛紛投來讚許的目光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覺得，原來自信的感覺這麼好。中午放學的时候，我剛走出教學樓，就看到了劉子龍的身影。他站在學校門口的角落裡，眼神渾濁，臉上的紅腫還沒有消退，看起來十分落魄。他看到我走過來，眼睛一亮，急忙跑過來，想要拉住我的手。我下意識地後退一步，避開了他的觸碰，眼神裡滿是警惕。劉子龍的手僵在半空，臉上露出了尷尬和哀求的神色。他低着頭，聲音沙啞，不停地向我道歉。希望你能求你后爹原谅我，讓我重新回去工作。我靜靜地看着他，心裡沒有絲毫心軟。想起他昨天扇我耳光的模樣，想起他諂媚的嘴臉，只覺得無比惡心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搖了搖頭，轉身就要走。劉子龍見狀，急忙上前一步，攔住了我的去路，語氣裡帶着一絲絕望和威脅。如果你不幫我，我就會毀了你，讓你也不好過。我沒有害怕，只是平靜地看着他，告訴他，你要是敢動我一根手指頭，後爹不會放過你，法律也不會放過你。劉子龍的眼神裡閃過一絲恐懼，他知道我說的是真的。顧天遠的手段，他比誰都清楚。他緩緩地鬆開手，癱坐在地上，眼神空洞，嘴裡不停地念叨着自己錯了。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。我沒有再看他，轉身離開了學校門口，心裡沒有絲毫波瀾。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別人，也不值得我同情。剛走到路口，就看到了後爹的車，他依舊靠在車旁，靜靜地等着我。他看到我走過來，目光落在我臉上，眼神裡帶着一絲擔憂。是不是遇到了什麼事？我點了點頭，把劉子龍的事情告訴了他，語氣平靜，沒有絲毫委屈。後爹的臉色沉了下來，眼神裡滿是冰冷。他告訴我，以後劉子龍再敢騷擾我，就直接給他打電話，他會處理好一切。我點了點頭，拉開車門坐了進去，心裡滿滿的安全感。回到家，媽媽已經做好了午飯，看到我們回来，急忙迎了上來。你在學校的情況怎麼樣啊？我把學校裡的事情告訴了媽媽，媽媽的臉色也沉了下來，叮囑我以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一個人單獨出門。後爹坐在一旁沒有說話，只是默默地往我碗裡夾菜，眼神裡的擔憂卻藏不住。我知道他們都在默默守護着我，這份守護讓我變得更加勇敢和堅強。下午我沒有去學校，後爹說讓我在家休息一天，調整好心態，明天再去。我坐在沙發上，打開手機，再次點開業主群，裡面的消息已經少了很多，但還有人在討論趙鵬飛的事情。有人說
趙鵬飛的公司已經破產了，債主們都找上門來，他的妻子帶着孩子，日子過得十分艱難。還有人說，趙鵬飛的妻子曾經去治安所求情，希望能從輕處理，卻被李所拒絕了。李所說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犯錯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。我看着這些消息，心裡沒有絲毫同情，想起他們當初的囂張和惡毒，只覺得這都是他們應得的下場。媽媽走過來，看到我在看手機，輕輕坐在我身邊，嘆了口氣。做人還是要善良，不要太過分。我點了點頭，我知道媽媽的意思，但我并不覺得自己過分。對於那些傷害過我的人，我不會心軟，也不會原諒。後爹走過來，坐在我們身邊，告訴我們趙鵬飛的妻子今天上午去他公司門口堵他，希望他能放過趙鵬飛，還說願意做牛做馬償還所有的債務。他說他沒有見他，只是讓保安把他趕走了。有些錯一旦犯下，就再也無法彌補；有些傷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無法癒合。我看着後爹，心裡十分認同他的話。是啊，有些傷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無法癒合。我不會原諒趙鵬飛夫婦，也不會原諒劉子龍。那天下午，我們3個人坐在沙發上聊了很多，聊媽媽的過去，聊後爹的經歷，也聊我的未來。我第一次主動問起後爹的事情，問他為什麼會選擇媽媽，問他為什麼會對我這麼好。後爹笑了笑，說他第一次見到媽媽的時候，就被媽媽的堅韌和善良打動了。看到我的時候，就覺得我像個易碎的玻璃娃娃，想要好好保護我。他說他知道我一直不接受他，所以他沒有逼我，只是默默守護在我們身邊，希望有一天我能真正接納他。我看着後爹，眼眶又開始發熱。我知道他一直在默默付出，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守護着我和媽媽。我主動握住他的手，告訴他我已經接納他了，以後他就是我的爸爸。後爹的身體僵了一下，隨即緊緊地握住我的手，眼眶也紅了，聲音哽咽，說他一定會好好照顧我和媽媽，不會讓我們再受半點委屈。媽媽坐在一旁看着我們，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眼角也泛起了淚光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覺得我們就是真正的一家人，沒有血緣關係，卻有着比血緣更深厚的情誼。接下來的幾天，一切都恢復了平靜。我按時去學校上課，後爹每天都會接送我，媽媽每天都會為我們準備可口的飯菜。劉子龍再也沒有出現過，聽說他離開了這個城市，去了一個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，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。趙鵬飛的妻子帶着孩子搬離了這個小區，聽說他找了一份清潔工的工作，勉強維持着生計，日子過得十分艱難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我漸漸適應了有後爹的生活，也漸漸變得更加自信，更加勇敢。在學校裡，我不再是那個自卑、懦弱、任人欺負的小姑娘。後爹也常常會帶我去參加一些活動，讓我開闊眼界，鍛鍊自己的能力。他還會教我一些為人處事的道理，讓我學會如何保護自己，如何面對困難和挫折。媽媽的笑容越來越多，整個人也變得越來越年輕。她常常說，有我和後爹在身邊，她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有一天，我在小區裡散步，遇到了以前的鄰居張阿姨。她看到我，笑着對我說，我現在變得越來越自信，越來越漂亮了。她還說，自從顧總來了之後，我和媽媽的日子越來越好了，媽媽也變得越來越開心了。我笑了笑，點了點頭，心裡很開心。我知道這一切的改變都離不開後爹的守護和媽媽的陪伴。張阿姨還告訴我，趙鵬飛的妻子前段時間又回來了，想要找我求情，希望我能讓後爹幫他一把，讓他能找一份好一點的工作，好好照顧孩子。他說，趙鵬飛的妻子看起來十分憔悴，頭髮也白了很多，整個人老了好幾歲，看着十分可憐。我聽了之後，心裡沒有絲毫波瀾。我告訴張阿姨，我不會幫他的，有些錯一旦犯下，就再也無法彌補；有些傷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無法癒合。